推车你是很有可能见过的，但是推坦克，准确点说是推自行火炮，想必很难见到了吧？作为曾经亲自推过公交车的人呢，我表示很佩服。现在的车辆发动机都已经很好了，尤其是大多数的公交车其实已经换成电动了的，所以很难再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众志成城的群众运动了。别说群众运动啊，就算是摇曲柄这种个人运动，咱们现在也是很难体验到了。汽车上都是一键启动、自动启停，连钥匙都可以不用了，哪里还能给你机会锻炼呢？正当我陷入了绝望的时候呢，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粉丝留言：都21世纪了，启动坦克为啥还要用手摇？是真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科学的启动一辆坦克。事实上，用手摇这事儿呢，还的确是真的。当然，前提是启动电机的电瓶没有电的时候。之所以要用手摇呢，跟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关。拿常用的4冲程发动机来举例，它们分别是吸、压、爆、排。先是活塞向下吸入可燃混合气体，然后是活塞向上压缩气体。接着是火花塞点火引爆气体之后推动活塞向下运动，或者如果是柴油的话，就是直接压燃的。最后在惯性作用下，活塞向上运动推出废气，从而形成这样不断往复的工作循环。但注意啊，第一个吸压的过程，发动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此时还没有爆嘛，那就需要别人来帮它爆一爆了。摇曲柄实际上就是在帮发动机完成这个过程啦。以前老式的车辆由于技术成本维护的原因，没有装启动电机，或者是装了启动电机，但是电瓶不给力，就需要手摇曲柄来启动发动机。如今嘛，发动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多只需要把钥匙一插一拧，靠电机就把发动机给启动了。汽车是这样，坦克当然也是这样的啦。所以坦克电瓶的保障工作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啊。不过话说，启动坦克也是需要拧钥匙吗？这个就不一定了。有的坦克确实是需要拧钥匙的，比如豹2，钥匙孔看起来跟我们经常骑的电驴没有太大区别，总共有3个位置，分别是锁定、供电和开启。拧到开启之后呢，只需要按下启动键，坦克就可以在电脑程序的控制下自己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工作并启动了，非常容易，甚至有点傻瓜，有没有啊？而有的坦克则完全不需要插钥匙，只需要坐进驾驶舱按下按钮，坦克就启动了。比方说这辆。也有很多苏式的坦克呢，尽管不用钥匙，但操作起来反而好像更复杂一些。我们拿一辆 T55举例，当你坐进驾驶舱之后，首先要完成一些基本的检查工作，比如看看变速杆是不是处于空档，油门刹车踏板是否工作正常，燃料供应系统里面是不是有空气等等。接着就是正式的启动步骤了。第一步打开高压气瓶的开关，因为 T55的发动机呢有2种启动方式，电启动和压缩空气启动。第二步，按下电源开关。第三步，向发动机里面泵入机油，并等待油泵指示灯熄灭。第四步，同时按下电启动与空气启动的按钮，启动发动机。第五步，控制油门，使发动机的转速稳定在600转的水平，慢慢的等待它进入状态，然后呢，就终于可以上路了。还是豹2的自动挡更舒服一些啊。不过更酷的是那些装了涡轮发动机的坦克了，在啪啪啪的搬动了一系列的按钮后，就可以跟塔台申请起飞了。只是我在想啊，要是没有钥匙，那不谁都可以爬上去把坦克开走吗？开什么玩笑啊！陆地巡洋舰是那么容易让你开走的吗？必须装把小锁，把舱门锁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到底是带炸药好还是不带炸药好呢？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好像没有吧。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啊。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自然是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既然是穿甲弹，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穿透装甲。不管你是坦克装甲、战车装甲还是公式的装甲，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大力出奇迹，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但装甲也不傻呀，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啊，所以他也在变着花样给穿甲弹制造麻烦。于是矛和盾之间的你追我赶呢，就这样携手前行，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把穿甲弹活生生的从一枚炮弹逼成了一只飞镖。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身子是越来越细了，头也越来越尖了，到了后面，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但是等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钝过呀。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在空气当中飞行时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它叫做风帽，很软，一碰就塌，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芯，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叫做物理厚度。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当然是越厚越好了。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后来人们就发现啊，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啊。我只要把装甲斜着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这个呢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理论上倾斜的越多，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呢，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不是，是两个问题，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什么是跳弹啊？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呢，却被装甲给弹飞了。而这个呢，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蹊跷来了。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弹体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法向力，另一个呢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啊，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呢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在这样的作用下呢，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即使还能穿进装甲呢，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嘛，自然是大打折扣了。那要是再悲催一点啊，就是直接跳飞了，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怎么才能把它从往上飘拽下来往下钻呢？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啊，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转正效应的结果，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而盾头的外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啊，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恰好被自己那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屁股于是翘了起来，整根弹体呢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所以啊，很快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因为人们发现啊，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呢就足够有杀伤力了。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盾头戴上了风帽，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非军事装甲的破坏。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芯上，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至于外面包裹住它的嘛，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以便在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既然弹芯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让它拖住弹芯飞出炮管后，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接着人们又发现，要是这根弹芯又长又细，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芯往细长方面做了。与此同时啊，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啊，这对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个人觉得首先这无法避免，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人类的本性就是资源占有，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呢，只能是你多我少，那怎么办？打呗，打就要发展军事。你有一个好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这才能平衡嘛。而且呢，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没有欲望，没有占有，没有好斗，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这些东西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罢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汽车脏了就要洗，那么坦克要是脏了呢？也是要洗的吗？但怎么个洗法呢？这讲究可就不一样了咱们来看看。先来看全自动的德国。再来看半自动的美国。这个是专门负责来搞笑的吗？最后战斗民族当然是要与众不同啦，必须是 muscle powered， 全手动。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 阿布拉姆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T-24阿玛塔，谁会赢呢？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火力上 M1A2 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 L44 滑膛炮，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据说达到了能够在2公里处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像是 T90、T80 这样的坦克呢，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再来看 T14这边，它的主炮从口径上看比 M4的要略粗，达到了125毫米，所以膛压和初速都会更高。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 2A82-EM 滑膛炮。公开的数据表示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可以在2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你看穿甲能力呢确实要更好一些，但考虑到 M1A2 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使它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水平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因此T14的主炮直接跟 M1 干起来呢，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不过 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而是反坦克导弹。跟 M1 不一样，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从 T64开始呢，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在10公里的范围内，俄罗斯最先进的 3UBK21 短跑运动员，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应该还是会对 M1 造成不小的威胁的。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
，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作为号称第4代主战坦克的 T-14呢，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啊。它是第一个把相控阵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让躲在超厚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呢，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这绝对是 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刚才我们也说了 ，M1 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 和 T80 都会害怕，但是 T-14呢，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4代孔雀石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均质装甲。看来 M1 唯一的下手目标就只能是 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好像是 T-14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T-14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软杀伤和硬杀伤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破甲弹、火箭弹，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那 M1 呢？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但考虑到它是真拦过，而另一边目前只有 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姑且认为 M1 和 T-14呢是不相伯仲的。好，那就再往下看。机动性 ，M1 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而 T-14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非也得看它俩的重量了。随着 M1 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最新的 M1A2S1PV3 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而 T-14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只有48吨的重量，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呢，肯定是 T-14会更加灵活的。而且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儿飙了，也许有的地方 M1 是根本过不去的，比方说限重50吨的桥。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巧呢？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以及铁路方面了。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所以以前 T72、T80、T90 会受此影响，现在到了 T-14呢，还得受此影响。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也分布在炮塔里。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呢，就有点犯难了，这又要多加装甲，又要装上足以击穿西方坦克的大炮，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只能做小一点吧。这在 T72上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1半的坦克，还拿什么跟人家 PK 呢？炮马加不上去了，装甲也加不上去了，难道就只能认怂了？你别说，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啊！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至于炮塔嘛，由于是遥控操纵，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减轻装甲，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所以 T-14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好了，火力更优，防护相当，机动灵活。这么看起来 T-14打 M1 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以上都是纸面数据，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架。单挑，由于 M1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闲着，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两者比起来，一个是老司机，一个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怎么打嘛？另外 M1 这个平台底层基础呢还是纯机械纯人工的，哪怕这么多年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哪怕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依然是可以开炮的。再反观 T-14呢，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对摄像头、对传感器、对雷达、对各种各样的电气系统的依赖程度呢非常高。说的不好听一点，偷偷摸摸爬上炮塔，用一罐喷漆都可以将它撂倒了。那如果是打群架呢？
就更没得打了嘛。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各种版本的 M1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而 T14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一拖再拖后，直到现在还都没有正式入列呢。另外，现代坦克战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当然不是啊，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比如来自卫星、无人机、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分析、决策等等。只有坦克好，那是远远不够的。好了，纸上谈兵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错的地方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来看这个视频，一辆豹二坦克正在开炮，注意看它接下来的动作。炮口抬高了一下，然后再落下，又继续开炮。所以这个抬炮口的动作是在干什么呢？是为了抬高之后方便把炮管里面的烟雾给释放出来吗？但你看啊，使用同一门火炮的埃布拉姆坦克呢，在开炮之后却完全就没有这个动作，难道它就不用吹烟了吗？肯定不是啊，那么就另有答案了。其实豹二把外面的炮管抬起来呢，是为了方便里面的。因为此时呢，炮塔里面的炮手啊，正在紧张地从他身后的弹药仓里面取出炮弹，扛起来，转过身，再小心地塞进炮尾。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当操作对象是一个重达25公斤的玩意儿时，就应该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省力了。显然，把它抬到腰部和抬到胸部所用的力气是不一样的。这是豹二炮塔内拥挤的画面，可以看到炮尾其实已经离后壁相当的近了。以至于炮手只能站在侧面来操纵火炮，而且他的站位还非常的矮，炮管的高度呢都已经快到他的肩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装弹，即使换成斯瓦辛格，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的。他有可能进不来啊，估计到了胸肌那儿就会卡住的。所以啊，豹二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炮管瞄着哪边打，只要是需要换炮弹呢，都会把炮尾给降到一个固定的低位的。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呢，炮口不就抬起来了吗？它叫做定角装弹。可美国的埃布拉姆为什么不用呢？人家空间大，炮手还站得高嘛，所以就可以站到炮尾的后面，只用把炮弹抱到及腰的高度就能塞进去了。这样再动炮管的角度呢就没有太大必要嘛。它叫做任意角装弹。从装弹效率和发射速度来看呢，肯定是要高于豹二的。但你会不会奇怪啊？既然他俩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莱茵金属120毫米滑膛炮，为什么在装弹方面却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呢？先放2张对比照片，看看你能不能自己悟出点啥来。好，从炮塔外面来看呢，埃布拉姆的炮管是不是明显就要比豹二 A5 的更长一些啊？这个跟他们火炮耳轴的安装位置有关。耳轴就是火炮上下转动时绕着的那根轴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如果把耳轴尽量朝炮塔的前面放，自然就能够为炮塔的内部省出更多的空间了。豹二和埃布拉姆都是这么干的，或者说在早期的豹二上是这么做的啊。不过由于早期豹二炮塔的装甲呢并不厚，即使是把耳轴紧贴着炮盾来安装，也会有一大截伸在炮塔内，所以只能在一开始就很无奈的选择了抬高炮管的定角装弹。另一边，埃布拉姆的炮塔则从一出生就皮糙肉厚，所以火炮的耳轴就能放得更靠前，内部空间就显得富裕很多了。好吧，如果一开始有差别还说得过去，但是当豹二都发展到了 A5， 它的炮塔装甲也已经明显变厚了不少啊，为什么还不重新设计一下，把耳轴往前移呢？估计就是为了省钱了啊。其实后续的 A5、A6 沿用的还是 A4 的那个基础炮塔，只是在前部挂上了附加装甲，让炮塔显得更长而已。看起来啊，德国人果然是很老派啊，是要把抬头的传统进行到底啊。终于有新车上市了我说的是战车啊，更准确点讲是坦克。德国莱茵金属最新推出的 KF51黑豹，号称是属于未来的第4代主战坦克了。由于目前只有官方给的宣传册可以看啊，那我们就只好先盘盘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比较酷炫的数据呗。对了重点看炮塔啊，因为它的底盘呢只是基于豹二小改了一下，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你看宣传册上敲黑板的地方，全都集中在这个上面嘛。我们来挑几个，首先是全新的130毫米滑膛炮了，世界第一毫无疑问，至少在口径上嘛，比其他120毫米的炮呢大了一圈，是肉眼可见的杀伤力提升啊。同时，这门火炮也是由数字化加持了的，
通过一个所谓的未来火炮系统，数字和光学的综合信息将同步显示在车长和炮手的屏幕前面，让他俩都可以对开火做出决策。其次估计是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他们终于决定让机器来自动装弹了。20发的备弹量全都可以通过自动装填机来搞定，同时也能在几个不同的弹种之间呢灵活切换。然后你看这个部分搭载的是一架无人机，它可以随时起飞，把车内的视野带到上帝视角，可以让成员在不冒头的情况下洞察四周，也能够更好的隐蔽在建筑物的后面，发动视距外的攻击。可以用无人机自带的 7.62 毫米遥控机枪，也可以发射坦克上面的4枚 Hero 120反坦克导弹。另外一些亮点呢，还包括屏幕真的很多基本上你可以把车身想象成是透明的了。只需要3个人就能够操作，而且每个人的前面呢都是一套可以完全控制坦克上所有功能的系统了，因此缺了谁也能够由别人顶得上嘛。不过空间呢其实是够坐4个人的，多出来的一个可以是战斗力倍增器嘛？不，应该是倍增角色。好了，我感兴趣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漏掉的你来帮我补上呗。来看这个视频，一枚火箭弹呢正在朝 MEA 准确的射过去，显然击中了它的炮塔。你看它就像是一个被点燃的蜡烛一样，冒起了熊熊大火。所以坦克主人的结局会很惨吗？其实并不会这是 MEA 被炸过之后的样子，看起来还相当的完整。要不是美国人财大气粗，直接把它丢弃的话，拖回去稍微一修呢，还能继续使用了。刚才那个爆炸起火其实是有点故意为之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弹药仓放到了炮塔的后边，与成员舱之间呢隔着厚厚的防爆板，只会在每次装弹的时候短暂打开。而在弹药舱的顶部虽然也使用了足够厚重的装甲，但是相对其他部位呢，在用螺栓固定在炮塔上时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所以一旦被击中引起了弹药舱爆炸，它就会首先将顶上那个较弱的板子炸飞，把能量释放到外面去了。虽然看起来很火爆，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里面的安全。这是一个弹药舱爆炸时内外视角不同的画面，虽然比较模糊，但是呢也能看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区别了。这个故意被设置来容易炸飞的板子呢，就叫做防喷板。而实际上，为什么美国不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在自己最先进的主战坦克里面使用自动装弹机，这种尽可能保证成员安全的储弹方式，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了。因为一旦使用自动装弹呢，弹药和成员之间的物理隔离就没法做得这么彻底嘛。那美国人究竟有没有考虑过自动装弹机？他们又会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呢？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讲给你听但是现在，请你为我投票。上一轮投票大家很给力，我以第7名的身份进入了西瓜 Play 的晋级赛。这就意味着我更需要你的投票支持了。如果我能够成功前往九寨沟，我就会用这台经典的禄来双反相机和这卷已经绝版了的富士彩色反转片，拍出独一无二的照片，装在这个精致的片框中，送给粉丝贡献榜排名前5的朋友们。大家加油只要你坚持投票，你就会出现在这儿的。当然，投票也是非常简单入口很容易就找到了。每人每一天呢有初始的5票，但是你还可以通过做任务来赚取更多的票，比如写评论、发弹幕、长按点赞、开启强烈推荐等等，也很简单这样呢，大家就又可以为我投出更多的票了。当然，你的投票呢还能换来抽奖的机会每投20票呢就能够抽一次，最大可以抽到华为 Mate 40 Pro 手机。祝大家好运连连。好了，本次有趣和拉票混合在一起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个视频见。虎式坦克上面的主炮原本就是用来防空的88炮，那么问题就来了，它被装上坦克后还能再打下飞机吗？答案是可以。它真实的就发生了一次简直堪称航空史和装甲史上的双料奇闻了。1943年底的东线战场，德军正在从溃败的列宁格勒围困战中撤退，当时负责为其掩护的是第502装甲营，他们装备的呢大多都是性能强悍的虎式坦克，其中有一辆的指挥官名叫奥托·卡利乌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坦克王牌，确认击杀的记录超过150辆，胸前别着代表最高荣誉的橡树骑士铁十字勋章。然而跟他下一个记录比起来，前面这些似乎都很普通了为了追击这些落荒而逃的德国人呢，苏联派出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流生 IL-2 对地攻击机，带主炮弹，挂上炸弹，甚至插上火箭弹，发动一波又一波不间断的攻击了。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干因为这架飞机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嘛，即便是算上民用飞机，它也是整个航空史上产量最多的飞机之一了。而且不光多，还真的是很好用
能装大量的弹药不说，其正面呢还覆盖着一块完整的装甲，在俯冲攻击时就给了飞行员极大的安全感，让它成为了公认的二战期间最好的对地攻击机了。你想，在这种来自空中的强大压制面前，德军的撤退有多艰难啊！地上的老虎再是王者，他也管不到天上去啊！奥托尤为沮丧啊。虽然 IL-2不管用什么弹药都是打不穿他的坦克的，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在这种攻击下呢，被迫缩在装甲里面，几乎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嘛。既帮不了被痛揍的其他单位，也无法为自己加油和补给。当然，也更加不可能伸头出去用防空机枪扫几架敌机下来了。你应该还没有忘记我们刚才说的 IL-2 的头上是有装甲的，机枪奈何不了它，但是它发射的机炮分分钟就能灭了任何敢冒头出来的坦克手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区域，德军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嘛，难道就任着苏军的飞机欺负吗？奥托再也忍不下去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就在他的脑中成型了。用坦克炮来打飞机。没错，尽管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虎式的主炮原本就是防空用的88炮，但是第一，虎式里面没有一发是高射炮弹。第二，它的射击系统呢，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高速移动的物体而设计的，是无法设置像防空炮里面的瞄准提前量的。实在是要打，顶多只能去蒙了嘛。蒙就蒙啊！奥托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炮手尽管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决定豁出去，跟着感觉走一把。于是他们就利用自己唯一的优势，那就是掌握了苏联飞机的进攻节奏嘛，提前摆好架势，在新一波飞机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朝着他们开出了一炮。第一发没有打中，但奥托并没有放弃，而是指挥炮手重新装弹，再次通过声音判断出正在接近的敌机后呢，开了第二炮。这一次炮弹穿过了一架 IL-2 的机翼，丢掉一半翅膀的飞机呢，于是冒着浓烟一头就栽到了冰冻的土地上，窜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所有人都看呆了，只有奥托的车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啊！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坦克炮打下了一架飞机。当今坦克谁是王者？要我说就是梅卡瓦，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唯有他反其道而行，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前面。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究竟是让它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嘛，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开了一个后门，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这点值得点赞。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嘛。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呢，始于1970年代，直接的诱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中东战争了。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呢，装备着 M48和百夫长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而效果嘛，居然是相当显著啊！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阿拉伯的士兵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只会选择退缩。既然这样，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连，让优势更加突出。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所以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另一方面呢，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长和 M60 坦克身上，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结果1973年的那一仗呢，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由于阿拉伯的士兵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准确讲呢，是来自于苏联的 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所以他们见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在多个战场上，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得体无完肤。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也一样如此啊。所以以色列人呢，这次又上了一课。机械化步兵，确实是没啥鸟用。但是如果坦克弱鸡，也只有挨打的份儿。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火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 L44滑膛炮来保证。那防护呢？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巨能装药战斗部的高爆反坦克导弹给整惨了，所以他们想到的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我们之前讲过，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对坦克内部的有生力量造成伤害的。那对付它，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坦克就重了嘛，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也都随之而来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要我说，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别人没想到的方案，怎么就被他给想出来了呢？发动机，你看这么大个铁疙瘩，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不就绝对安全了吗？你别说啊，还真是的。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更不是复合装甲，但是它够厚呀，挡住高温金属的侵袭，肯定还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它那根动能极高的钢针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的确是挡不住，但这个问题呢，我想稍后再说。于是就这样，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装到了前面。很多人因此就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它让梅卡瓦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第一，机动性。由于现代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呢是放在一起的，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差速器来连接，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机动能力明显不足，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跟其他主动轮在后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诱导轮在前的坦克相比，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啊。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梅卡瓦的车身宽度比其他2辆排名第2的坦克 M1 和豹2还宽了近半米，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通过轨道和公路远程运输的能力。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他就从来没有想过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吗？第二点安全性。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呢？由于发动机占据了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使得炮塔空间有限，不能够像 M1 豹2坦克那样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还是比别人高很多。第三，隐蔽性。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等于就是在黑夜里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另外，炮塔的后移呢，也导致炮管的下倾角度受到了限制，无法打埋伏，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最后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因为他的装甲太脆弱了，它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它的油箱对了刚才我忘了提，它的油箱呢也一样摆在了前面，太容易燃了，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梅卡瓦就得停下来了，好疏散乘客嘛。但是一辆在战斗中可以持续移动、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这么看起来都到第4代了，梅卡瓦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环顾整个世界，谁家主战坦克不会发射一发就要他小命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问题就在这里了。什么才是好坦克？是由它奔赴的战场决定的。
梅卡瓦的战场来的通常不是一些能够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主战坦克，而是手持 RPG 肩扛 ATGM 的武装人员。他最好的角色呢，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从这一点上讲呢，他真的很出色啊！我呢也真的很喜欢他。当年买的第一辆坦克模型就是梅卡瓦3了。你呢是怎么看梅卡瓦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当你开枪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就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同样，当你开炮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发现，是不是也应该给它拧上消音器呢？问题是有那么大的消音器吗？还真有啊！不信你看。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接着讲榴弹炮上那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照片中装着炮口消音器的是一台德军的 M109G 自行榴弹炮，这是西方一种非常常见的为装甲部队和机械化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为了将弹雨更有效地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呢，它拥有相对较长的炮管和较高的炮口出速度，同时呢还可以装入多份的推进药来进一步的提高炮弹的射程。但结果就是动静相当大。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动静呢？消音器可以吗？在说可不可以之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枪炮射击时之所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主要有3块来源。一是伴随子弹飞出枪口的大量火药燃气突然膨胀时发出的爆鸣声，二是子弹超音速飞行时发出的音爆声，三是各个部件之间的机械撞击声。其中第一项带来的噪音最大，也正是消音器试图要抑制的对象了。它采用的基本原理就是让火药燃气不是在枪口突然喷发膨胀，而是逐级扩散消耗的。为此呢，消音器通常有这样几个结构类型：一个是利用隔板，在这样的消音器里面有很多个或垂直或倾斜或呈现出碗状的隔板依次排列，它们由金属或者是橡胶制成，只在中间留出能够让子弹通过的小孔。于是原本跟着子弹一起前进的高压燃气就这样被一级级的阻挡了下来，同时还能形成涡流，进一步的减缓冲击的速度。等膨胀到最后从消音器的出口挤出来时，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声音自然也就小了。第二种类型是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利用多孔的材料，比如缠绕的钢丝网或者是铝屑填充层，利用它们之间的缝隙来增大火药燃气膨胀的阻力，从而减缓冲击速度，吸收多余能量，降低出口噪音。第三种是直接使用密封垫来阻挡燃气的，它是最简单干脆的，就是在消音器的圆筒里面塞进去数层用橡胶、泡沫等材料制成的密封垫，中间开小孔，甚至是不开孔，让子弹和燃气硬生生的从中间挤过去。燃气的速度是降低了，但对子弹的速度也有影响啊。而且用过几次之后呢，密封垫中间的开孔也被撑大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通常不会单独使用它。实际上，现代武器上的消音器一般都是以上这3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但这里通常有个误会哦，都是被影视剧给骗的。你以为装上消音器的手枪在开枪时只会发出啾啾啾的声音吧？但其实根本不是的，它的响声依然可以惊动邻居。消音器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保护射手的耳朵的，所以榴弹炮上的消音器是为了保护谁呢？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遭到暴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投诉，不被远在1英里外的民众投诉。是的，欧洲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从德国梅彭市的市中心只需要走上1英里就能够来到陆军射击场了，而响彻天际的开炮声只需要用5秒钟就传到了正坐在小广场上享受着啤酒的人们的耳朵里面了。请问他们的内心还能够继续淡定吗？但士兵不能不训练啊，要训练就要开炮，要开炮就有噪音，有噪音嘛，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台巨无霸消音器了。至于它内部结构长啥样呢？我也不知道，但从它造价20万美元来看，应该用上了不少的好东西吧。好了，这大概算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贵的消音器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T-34只是一辆坦克吗？不一定啊，它偶尔也会到水面上客串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的 BK 系列装甲炮艇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说明，只要敢想，一切皆有可能。你看这艘船啊，它的炮塔不就是把 T-34的炮塔原封不动的搬了上来吗？是的，它就是一个 T-34的炮塔，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是一辆将底盘换成了船身的水上 T-34。
它运行在河道或者是海岸附近，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敌人渡河，以及对两栖作战提供支持。但我说它是水上 T34时，并不是一种夸张啊。实际上，这艘船在两侧安装的装甲可比 T34来的还要更厚啊，达到了50毫米，意味着即使在面对德国的坦克时，也能够毫无惧色地进行对射。另外你以为只有水上的 T34 吗？其实 BK 系列炮艇早期还用过 T28 和 T35 的炮塔，所以也算是把这两辆坦克带到过水面上。而且随着 T34 在后期换上了威力更大的85毫米主炮， BK 炮艇当然也就同步升级了过来，把前面这根炮呢变得更长了。这些 T72 坦克的炮塔顶上为什么要焊上笼子呢？难不成是为了伪装？并不是啊，他们是怕来自标枪反坦克导弹和 TB2 无人机的灭顶之灾了。因为这两种武器都是可以从坦克最脆弱的部位头顶发动进攻的。先来说标枪啊，采用红外导引头的它呢，命中率极高，而且是个纯粹的发射后不管的武器，只用30秒便可以锁定目标，在攻顶模式下几乎可以灭掉任何一辆坦克，而且射程也高达 4.7 公里。再说 TB2，这种土耳其制造的短程战斗无人机呢，能够携带多达4种精确制导武器，其中就包括了一种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在无人机用激光引导后呢，它也能够在坦克的上方准确的炸开，直接将其报废。相当厉害，对不对？而且你看啊，又是红外又是激光，如此高科技的玩意儿，你临时焊个笼子就真能够防得住吗？别说，还真可以啊！乌克兰就花血本发射了一枚标枪，实际测试了一下，发现罩着笼子的 T64呢，其战损程度仅限于笼子毁了而已，炮塔装甲依然健在啊！这成本收益比简直太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反坦克导弹用的基本上都是高爆战斗部，它不是用动能，而是用化学能来穿甲的。它通过空心装药的方式，以爆炸时产生的高温溶解金属药性皂，再利用爆轰波的冲击呢，将这股金属射流以高达每秒1000到3000米的速度推出，使其穿透坦克装甲并对成员造成伤害。不过它的穿甲能力呢，跟它的药性皂口距离装甲的高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太近太远都不行。所以坦克顶上的笼子，或者咱们应该叫它格栅装甲的作用啊，就要么是把导弹夹住让它炸不了，要么就是让它提前炸，错过了破甲的最佳炸高。如此有效，那丑一点就丑一点吧。